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蓝白河这个问题时，我首先就把它提出一个蓝蓝河。这个我真的要感谢吴宗宪委员当时对这一句话的认解啦，因为就是希望党内的一个团结。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树立一个风范呢，就是政治上，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只要有初选，都几乎都有分裂的状态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两个是一个合作伙伴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。那我们希望未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蓝蓝河之后，才有办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。至于第二个蓝白河这个问题，我是认为未来也不能说未来，现在我们国民党中央以及民众党的中央有成立一个协调小组。那这个协调小组未来依然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发展，都是由这个协调小组产生一个协议之后，我们遵照这一个他们的协议来做进行。宜兰常常被称为民主圣地。那什么叫民主？民主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选选以能，回归到正常的一个选举，而不是一直在一些特定的媒体上面，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方式在泼脏水，或者是用一些烟雾弹。这种方式，我相信在很多未来，不管是在宜兰或其他的县市，我相信很多的百姓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所以你说未来他们会怎么做？我没有办法去理解，可是讲真的，我只是尽我最大的能力。我当然是很希望说，林伯璋律师当时也提出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干净的选举。那我相信他既然说得出来，他应该做得到。我这边也非常期许说，真的，你把一个民主圣地宜兰当作真的是一个民主的发源地，那民主的发源地，难道是用这种恶意的抹黑，或者是用司法的手段？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击对手，这都不是我们乐见的东西。你刚刚讲到这个，我们就会我就脑子里面就会忽然想到，常常依然会被称为台北的后花园。毕竟第一个，它离台北都会区是最近的，而且它是好山好水好环境，它的生活步调跟台北比起来是相对的比较慢，而且讲难听一点，我们的在那边消费的金额也比较低啊，跟台北大都会区来比较低。那我们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跟台北做连结？目前为止，我们只是一个构想。我刚才打个比方，我今天如果在台北居住、上班，我从上班地点回到我住的地方，比如说我要开车塞车40分钟、50分钟，甚至1个小时。那如果这个铁路的交通网我们都能做得很完整的话，第一个它票价便宜，尤其现在又有 T-Pass 的补助。那如果说我从台北地区下班之后，可以坐着火车回到故乡，30分钟就到了，那我家里的父亲母亲看到会是什么状况？一定是很开心。我儿子每天上班可以回到家陪我吃一顿晚饭。我老公宜兰很适合宜居的一个城市，因为第一个它的人文风情也好，它的生活步调也好，再加上宜兰得天独厚有冷泉及温泉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人愿意到宜兰来做观光消费。那我们怎样去把这些交通的或者观光的一些设施把它做得更完整，让这些人愿意移居到我们宜兰？我们当然是很欢迎。